您是否想过，老年痴呆究竟是无法抗拒的天灾，还是一场我们能够避免的人祸？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您自以为健康的某些日常习惯，竟可能是侵蚀大脑的隐形帮凶。比如每天睡足9个小时，为了控制三高、长期茹素等等，原以为是在养生保健，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为大脑埋下了致命祸根。今天我们就来撕下这些习惯的健康伪装，一个个揪出诱发老年痴呆的真正元凶。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起病隐匿且不断恶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记忆力衰退和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目前医学尚无法根治此症，不少人将其形容为比癌症更可怕的病，因为此症患者不仅逐渐失去记忆，最终甚至连亲人和自我都可能不认得。我国60岁以上长者中约有1500万人罹患失智症，是全球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且随着人口老化，这个数字还在攀升。老化和遗传确实是失智症的危险因子之一。例如，有一种名为 APOE 艾普西龙氏的基因变异会使罹病风险提高数倍。然而，绝大多数老年痴呆患者并没有这类基因，只将它归咎于遗传或年龄是不全面的。许多人以为老年痴呆是自然老化的无奈，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但真相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研究指出，高达约40%的失智风险与可改变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换言之，我们的行为选择正在悄然塑造大脑的未来。现在，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下手，看看哪3个披着健康外衣的习惯，其实正悄悄伤害您的大脑。首先，我们来说说饮食习惯。您可能觉得饮食越清淡越健康，但真相没有这么简单。医生常嘱咐饮食要清淡，但许多人走向了误区，将清淡饮食等同于几乎不沾油盐，长期吃素。为了控制血压血脂，有些人年年如素，饭菜清汤寡水，认为这样最养生。然而，如果不注意营养均衡，这种走火入魔的清淡饮食反而可能伤脑。长期纯素或极低脂饮食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尤其会影响脑部。要知道，大脑虽然只占人体体重的约 2%， 却消耗着接近 20% 的能量。一旦营养供应不足，脑部往往首当其冲出现状况，导致身体虚弱无力，面色苍白，经常感到疲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也在不知不觉中衰退。严重缺乏营养时，神经系统更是首当其冲，缺乏关键维生素和蛋白质会引发神经受损，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B12， 这种维生素几乎只存在于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中，是维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的关键元素。长期吃全素又未额外补充 B12， 很容易导致体内 B12 缺乏，引发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被认为是对大脑有毒的物质，浓度过高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大脑萎缩和神经退化，让失智症找上门来。此外，缺铁会造成贫血，使脑部供氧不足；缺锌会扰乱神经递质的平衡；缺乏优质蛋白质，则让大脑缺少修复和运转的原料。老年人本身消化吸收功能变弱，如果饮食过度清淡单一，更容易陷入营养不良的陷阱。在临床上，有一些假性失智症正是因营养不良导致。举例而言，长期酗酒的人常因缺乏维生素 B1 而罹患威尼克科萨科夫症候群，出现严重记忆丧失和认知混乱，症状与失智症极为相似。虽然这类疾病与阿兹海默症的病因不同，但它提醒我们营养对于维持大脑功能是多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证明了合理饮食对大脑的裨益。例如，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遵循地中海型饮食、多鱼类、橄榄油、新鲜蔬果和坚果、少红肉含加工食品的人群，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比例显著低于饮食西化且不均衡的人。又如，专家们提出的 MIND 饮食，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 DASH 饮食的精华，强调摄取富含抗氧化物与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临床试验显示，它能减缓老年人的认知力下降。这些发现都在提醒我们，脑子好不好使，
和吃进去的东西密切相关，营养均衡、种类多样的餐桌才是养脑之道。总而言之，饮食清淡本是好事，但务必要确保营养均衡，不可走向极端。即便需要控制三高，也千万别一点肉蛋不碰，油盐不进。正确的做法是均衡饮食，荤素搭配，多摄取鱼类、蛋奶、豆制品、坚果等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同时适量摄取蔬果、全谷杂粮，以获得碳水化合物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只有给大脑提供充足而多样的养分，才能真正守护认知功能的健康。另外，奉行纯素饮食的人应格外注意营养补充，可以透过维生素补充剂或强化食品摄入 B12、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免长期缺乏。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生活环境与卫生习惯。难道环境越干净越好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太干净可能反而埋下祸根。有科学研究发现，生活环境太干净，反而与老年痴呆的高风险有关。201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莫利福克斯博士领导的团队分析了192个国家的失智症资料，惊人的发现，卫生条件和设施越好的国家，阿兹海默症的发病率反而越高。其中，公共卫生设备完善的国家，失智症发病率比卫生较差的国家高出约 33%。即便考虑了各国平均寿命的差异，这种相关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社会越富裕、越干净，居民越长寿，但失智症似乎也越常见。这听起来很矛盾，其实可以从免疫学找到线索。科学家提出了卫生假说来解释这种现象。长期处于几乎无菌的环境，人体的免疫系统缺乏与各种病原微生物搏斗的机会，年深日久，免疫功能的发展可能不够健全。到了晚年，免疫系统反而容易反应失调，对自身组织大打出手，引发慢性发炎，对脑神经造成伤害。换句话说，该对付的细菌病毒没遇到几个，免疫大军闲着没事，可能就开始误伤自己人，导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上升。此外，过于洁净的生活还可能扰乱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生态。我们肠道中共生着上百兆的细菌，帮助消化食物并维持免疫平衡。但如果我们总是生活在消毒水的怀抱中，缺乏来自土壤、空气和食物中的多样菌群，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就会下降。近年研究显示，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通过肠脑轴紧密交流，当有益菌不足、有害菌滋生时，会引起全身慢性发炎，而炎症被认为是加速阿兹海默症等脑部疾病的重要推手。举个例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由于经常接触泥土、植物和牲畜，他们的免疫系统更为强健，成年后过敏或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病率低于城市长大的孩子。同理，经常亲近大自然，适度接触各种环境微生物，或许有助于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使之更平衡的运作，不至于在老年乱来。相反，如果一味追求绝对的洁净，把家里消毒得像无菌实验室一样，不让孩子在户外玩耍，过度使用抗菌肥皂和清洁剂，短期内细菌少了，长期看却可能不利于免疫调节。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感染疾病，而是强调适度原则。良好的卫生习惯仍然重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维持社交和心理健康，别因为怕脏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心理研究表明，孤独和抑郁会明显增加失智风险。过度洁癖的人若回避社交，反而得不偿失。正常的户外活动和社交接触大可放心进行。对孩子来说，偶尔让他们踩踩泥土，拥抱一下宠物，并不会毁掉健康。对成年人和长者，多到户外公园走走、晒太阳，甚至参与园艺种植，都能接触到更多自然界的有益微生物。适度的脏反而可能让身体的防御系统更强大，反应更恰当。如此，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的大脑或许能少受一些不必要的免疫攻击。最后，我们来谈谈睡眠。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但您可能不知道，睡得太久也会伤脑。很多人以为睡眠越多越好，事实上，过度的睡眠反而可能加速大脑的退化。科学家们对睡眠时长与认知衰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项针对60至70岁长者的国际研究显示，
如果一天平均睡眠超过9小时，他们在3年内的认知能力衰退速度明显快于每天睡6到8小时的同龄人。换言之，长时间赖在床上，脑力可能退化得更快。另有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报告指出，每晚睡超过9小时的老年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睡眠正常约7小时老人的2倍。这些数据都敲响了一记警钟，睡过头也许正在偷走我们的记忆。相反地，睡眠过少同样对大脑不利。研究发现，长期每晚睡眠少于5小时的中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速度也比睡眠充足者更快。夜里休息时间不够，脑细胞得不到充分的修复，代谢废物也无法及时清除，时间一长，同样会加速失智的到来。所以无论睡太多或睡太少，都要提高警惕。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首先，过度嗜睡本身可能是其他健康问题的表现，例如忧郁症、甲状腺功能低下、睡眠呼吸中止症或其他慢性疾病。这些问题会让人异常疲倦，而它们本身也与失智症风险增加有关。也就是说，爱睡觉也许是在透露身体出了状况，而那些状况伤害大脑。其次，长时间睡觉意味着清醒时间缩短，白天用于活动、思考的时间变少。如果一个人每天除了睡还是睡，很可能缺乏足够的脑力刺激和身体锻炼，神经细胞得不到使用，突触连接也可能逐渐削弱。长期下来，大脑的用进废退效应就体现出来，认知功能愈发迟钝。第三，过长的睡眠通常伴随睡眠品质不佳。真正有益的大脑休息需要足够的深度睡眠，但嗜睡的人往往睡得沉潜不一，断断续续，或者因睡太多打乱生理时钟，反而导致夜间深眠时间比例下降。我们的大脑在深度睡眠时会启动清除废物的糖淋巴系统，将代谢产生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等毒素清扫出脑。如果睡眠品质差，浅眠时间过长，大脑自我清洁的效率就会降低，有害蛋白更容易在脑内堆积，长期而言增加了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睡眠不足对记忆的破坏同样不可小觑。人在熟睡时，大脑会将白天学习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强化，转化为长期记忆。如果长期睡不好，新经验无法有效固化下来，不仅表现为健忘，还可能干扰大脑正常的学习回路，从长远看对认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人对睡眠的需求有所差异。如果您一直习惯睡9小时才觉得精神饱满，不必强行减少睡眠时数。但是，如果近期开始莫名其妙每天昏睡超过9小时，就应当提高警觉，这可能是老年痴呆早期的信号之一。有趣的是，科学家透过脑部成像直接观察到嗜睡与失智病变的联系。美国一项研究利用正子断层扫描追踪老年人大脑中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沉积，结果发现白天总是打瞌睡的受试者，脑内沉积的这种毒蛋白远高于精力充沛的同龄人。这暗示过度嗜睡不是单纯的贪睡，而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在大脑中潜伏发展的征兆。有临床观察发现，一些失智症患者在记忆明显下滑前几年就出现了白天嗜睡、睡眠时间延长的现象。因此，当一个人睡眠需求突然大增时，应及时就医检查可能的原因。对于普通人来说，预防失智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专家建议成年人每晚保持约7小时的优质睡眠，既不要长期睡不够，也不要贪睡懒觉。睡前避免刺激物，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规律的作息，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白天则应尽量多参与体育锻炼和脑力活动，让自己劳逸结合，而非总处于慵懒状态。如此一来，夜里容易入睡，白天头脑清醒，良性循环将增强大脑的抵抗力。适度的睡眠加上丰富的清醒生活，才能让您的大脑保持敏锐健康。综上所述，老年痴呆的成因并非单一基因或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们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对大脑健康有着深远影响。本文揭示的3个隐蔽祸根：营养失衡的清淡饮食、过度洁癖的生活环境
以及贪睡懒惰的作息，看似无害，甚至有益，实则可能在长年累月中慢慢侵蚀脑细胞，为失智症埋下伏笔。幸运的是，既然找出了元凶，我们就有机会扭转局面。除了上述3点，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良嗜好对大脑的伤害同样不容忽视。例如，长期抽烟、酗酒会损伤脑血管和神经元，加速大脑老化；终日久坐不动则会降低血液循环，让大脑供氧不足。再者，长期缺乏社交活动或处于抑郁、焦虑状态，更会让大脑提早衰退。这些因素都是导致失智的重要风险，但好在它们都属于可改变的范畴。研究估计，只要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全球约有40%的失智症案例可以被预防或至少延缓发作。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完全可以透过自身努力，大幅降低老年痴呆的威胁。因此，从现在开始，请审视自己的日常作息与习惯，吃得是否均衡，有没有过度节食以致营养不良，家里是否一尘不染，消毒液不离手，以致拒绝了所有自然的滋养，是不是经常睡到日上三竿，缺乏晨间的运动与读书时间？如果发现自己中了上述哪些招，不妨逐步做出改变，多给自己补充脑部需要的养分，允许适度的微胀，来强健免疫，培养规律而充实的生活作息，让大脑在丰富的刺激与良好的休息中保持最佳状态。最后，请记住，健康长寿不仅仅是活得久，更要活得有品质、有记忆。老年痴呆绝非无法抵挡的诅咒，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都在塑造着未来的自己。只要从现在起远离那些看似正确，实则有害的习惯，拥抱更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有望在晚年依然保持清晰的头脑，珍藏住人生的点点滴滴。与其等疾病降临，不如提前行动，帮自己的大脑加上一把健康锁，这将是送给未来的自己最好的礼物。